这次我们将解锁一些大阪的新玩法。如果你已经去过大阪，那刚好收藏起来，下次尝新。拿捏，这简直漂亮爆了！看这里。如果你正准备去大阪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些体验会让你立刻拉近与它的距离。大阪的城市观光地图大致可分为5个区域。要说最繁华之地，非北区的梅田莫属。这里不仅是大阪，也是整个关西的商业核心。作为关西最大的交通枢纽，每天有180万人次往来于此，也为梅田商圈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。阪急、阪神、大丸、Lukua、Happify 方圆1公里内盘踞着7大百货公司，其密度冠绝全日。唯独大阪站西北一隅，100年来始终未被商业染指。上世纪60年代，这里曾是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枢纽梅田货运站。随着城市北扩与物流方式更迭，货运站的功能逐渐式微，直至2013年梅田货运站彻底废除。梅田之北梅北终于从封闭的铁路腹地中释放出来，成为大阪最后的黄金地段。历经10余年再开发，梅北终于迎来了融合公园、商业、艺术与未来生活方式的下一站城市地标 Grand Prix Osaka， 这里正是我们这次大阪行的第1站。特别方便，从大阪站这边有一个标识，标识上面写的叫什么 Umekika Underground Gate， Ground。那以后有个连接，就直接进来以后。位于商场负1层的 Time Out Market 是由英国杂志 Time Out 打造的连锁美食文化空间。该杂志创刊于1968年，初衷是为年轻人提供最酷、最地道的城市玩乐指南。Time Out Market 的核心理念是把一座城市里最好吃、最有创意的餐厅、酒吧打包放进一个空间里。多郎寿司，对，也是一家连锁，中华料理，卖烧肉什么东西，脆皮五花肉。第一天的味我还是日本味。本地的一家小吃店，最有名的东西是大阪的大阪烧，来自京都的一家甜品店，它的巴菲长得都蛮漂亮的。这家拉面店就是我想去吃的拉面啦，它也是摆名店，17家餐厅，2家特色酒吧，覆盖了寿司、拉面、和牛、烧鸟、甜品等多种日本代表性美食。这个面是用叫鸡白汤是吧？它是把鸡骨和鸡肉炖到脂肪和蛋白都炖出来，所以这个汤好白好白。面汤舀出来的时候，呈现给你之前，它会稍微打一下，所以就会有一点泡沫。还有它上面炸的像花儿一样的牛蒡，这是牛蒡啊？好鲜，当然也好咸。这牛蒡好吃吗？我看你这表情好像有点。这牛蒡好油，而且没有任何味道。我喝酒的话吃这个汤刚好。这个面跟这个牛蒡 mix 在一起会不会更好吃？更油更香了，是吧？它这里面不知道是孜然还是胡椒的香味，让我觉得很满意。刚刚他点那个咖喱饭，有猪肉和牛肉的选择，他不让我吃牛肉，因为他觉得牛肉太贵了，抠死了不给我吃牛肉的。你到日本吃咖喱肯定要吃东卡子呀！我要去给你拿东西了。这是猪肉吗？这是牛肉啊！小郭还是对我好的。哇，这个肉没什么说的，油花到嘴里面化开，加上一口汉堡肉，人间天堂。那它的咖喱味道怎么样？都特别的创新，我觉得没有是很那种传统日式的，像拉面也是的，它也比较创新，对吧？但口味的话是好的。我觉得这张照片我准备做封面了呀。你走开呀，封面还有你啊。对啊，有我呀。好吧。一如既往的绵密。对，泡沫很绵密。我们去买炸串吧。它也是
米其林的推荐。大阪名物炸串在苦西亚给001被玩出新花样，海鲜炸串与西式做法融合，给予食客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惊喜，创意十足。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京都人为买衣服可以倾家荡产，东京人因为喝酒醉倒在路边，而大阪人会为了美食掏空荷包。Tamalt Market 已在全球开出11家分店，选大阪作为亚洲首站也算明智。假设上海开这家店，你觉得是哪些店会入选到这个 market 里面？南翔小笼店，以氛围，他要是开在中国，他第一家会开在上海，他应该开在成都才对吧？说对。后来想想，中国的每座城市其实都是美食空间概念的本体，我们用脚投票就能选出数以万计的 top list， 多到吃不完。Tamalt Market 想做的事拿来中国恐怕只会做得很浅，甚至被淹没。这个概念在其他地方可行，在中国嘛，恐怕 Valese。Grand Grille Osaka 用时髦的行业术语，它也许应该叫城市商业综合体、生活方式矩阵或 TOD。总之就是把都市人闲暇时会享受到的一切都打包进去，从酒店、美食、温泉、艺术馆，甚至公园，通通不落。上面还有一个温泉馆叫柳，在那里。温泉馆是可以俯瞰这边的一整个草坪的 view 的。但是今天这个草坪很可惜，它好像在修缮，它不能进去。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借那种露营椅啊、露营垫子啊什么，坐在草坪上的。Grand Grille Osaka 的最大特色莫过于这个占地45000方、能直通大阪站的美北公园。很可惜，那天草坪维护没能如愿以偿。但还是能看到许多人静坐一旁，安静地感受着这眼前的绿意。购物方面 ，Grand Grille Osaka 不求全，南北两区加起来入驻的品牌也就40来家。毕竟早已有梅田成熟的百货业态作为补充，这里也无需全面。我今天是最幸运的小猫咪，看安藤先生给我签的兔签毛，他只有周末在管，今天又不是周末，安藤桑在不在？他说在啊，啊，好激动啊！这个我要把它裱起来。安藤忠雄先生只今来馆中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只有周末他才在吗？我要去逮安藤忠雄了。Endo 桑的演讲不能拍照，我们也听不懂日语，但能一见老先生本尊已是难得的幸运。青春展展示了安藤忠雄横跨半个世纪的建筑与艺术实践，汇集了约60个项目，230余件手稿与模型，从早期住宅到城市地标，还包含了若干在中国的项目。上海3大寺院之一玉佛寺的扩建。展览1:1还原了北海道的水之教堂，并设置15米高的影像空间，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头大佛、巴黎商品交易所等作品。第一次知道安藤忠雄是20年与阿毛的4国之旅。我们到了直岛地中美术馆，那时候尤爱姆还没有拿起摄像机，给阿毛拍照，只感觉这地方光线真好，画面留白充足，几何结构很适合构图，总之就是好出片呐。2021年，安藤忠雄艺术与建筑展来到了上海。这个墙面你感觉有印象？除了没有沉浸式剧目展示大师的作品，模型、手稿都带来了。
甚至也复刻了原尺寸的水质教堂。天知道在那个特殊时期，我们有多想离开现实，去实地看看。再有就是去年11月，我在北海道独旅中临时决定去看头大佛。那天的雪下得真好，通往大佛的路上只有嘎吱嘎吱的踩雪声陪着我。太阳从云层的缝隙里面露出的光芒，穿过拱形隧道，来到佛前。旅途中一直萦绕的孤独感，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抚。佛好像对我说：“一路走来很孤独吧？来，拍张照吧。” Endo 桑想传达的肯定不止于此，悟性不高的我也只能参到那么一点点。大阪是安藤忠雄先生出生成长的城市，他的事务所就在 VS 展馆附近。Endo 桑常于周末现身演讲，偶尔平日也会到场。也许某天你在梅田闲逛时，就会与这位步履匆匆、身形清瘦的小老头擦肩而过哟。在大阪影城和世博会之前，你要是问我除了购物，大阪还有什么可玩的，我抓破脑袋，恐怕只能说一句：要不去大阪城吧。在大阪能被游客熟知的人文景点，恐怕也只有大阪城了。我们是要进宫吃饭。这座城池建于日本历史上首次完成一统的桃山时代，是丰臣秀吉的居城，也是当时日本的权力中心。它与名古屋城、姬路城并称为日本3大名城，一个典型的本地人不会去、外地人不敢错过的知名景点。对待人文景点，就只能到此一游吗？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哈，但大阪城其实有一个更妙的欣赏角度。我坐在这个观景位呢，哎，这个位置好，这就是个观景位。哎呦，果真有烟。要我帮你吗？不用。你是不是不太会啊？这边半边的景色就是不是看得很全了，得走到这边才能看。坐在位子上好像有点看不到大阪城。哦，他们是提供的炉子，然后我们是在这半边。这边好像是只给预约的客人。外国人不怕晒，中国人怕晒。我觉得它的糕点食物方面并没有什么出彩的，在大阪城旁烧烤更多是为了暂时摆脱到此一游的浮躁心境，至少这能让我们安心的和这座名城多待一会儿。剩下的夜晚其实更适合露天烧烤和啤酒，且入夜之后大阪城被裹上素雅的白光，比白天更加耐看。套餐的价格嘛也会稍贵些。马可吗？怪物。他叫麦麦。为什么选这家店呢？看这个脸。每年夏天来临之前，都是品尝清酒的好时节，尤其是生酒。有门路的餐厅、居酒屋，新酒纷纷上架。这个时候，阿毛就会物色一家货全的，一次喝个够。看他那个兴奋劲儿，选酒的快乐。今天的耳金呢，有酒米、有熊丁、酒未来，但是没有八反井。这是耳金熊丁吗？对，你喝的现在是耳金熊丁，好专业啊！现在小郭开始要喝一口水，再喝一口酒。你太甜了吧？那换一个，不，好喝，我喜欢喝这么甜的，我就喜欢喝好甜好甜好甜。他们家为什么喝酒是用的这种高脚杯？能让你闻香气。对吧啦？今天的第2杯酒准备喝这个酒是本来是
酿葡萄酒的，它的酵母还有包括它的酿造手法跟葡萄酒酿造手法一样，然后包括它的酒标其实做的也是很像葡萄酒的酒标，它的酒塞也是做的是橡木塞，这个酵母就会有一股臭味，这个臭味是来源于酵母的味道，不能说吸进去就是烟味。算了，等一会儿。它有一点点泡沫的挂壁，就说明它没有给它的酵母完全发酵。你说的对，它的后面有一点乳酸菌的味道。对的，说是叫乳酸菌，这只是一个味道的描述，其实是酵母的味道，酵母的那个苹果酸没发酵完全的一个味道。我刚刚是让老板给我推荐的，我说这一季今天你推荐什么酒，然后他就推荐了我这个生酒。撒该 time 你去查的话，排名都是在前几的。阿汪说每年的酒是不一样的，同一个牌子同一款酒都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你想一想，农民伯伯种田，今年的雨水很好，那这个米种的很甜，他酿的酒是不是更好喝一点？酿酒师傅今年心情好，雨水丰沛的米加上他欢快的酵母酿出来的酒，那今年的酒是不是特别好喝？那你觉得今天喝的这3杯，我们还没喝第4款，农民伯伯家里情况怎么样？我感觉吧，耳机吧越来越好喝了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可能最近卖的挺好的，酿酒师心情比较好。改良性交直击，直击是一种酿造方式是吧？对，是一种酿造方式。说吧。哎呀，我的词汇有点贫乏，我只知道这杯酒比刚才所有的酒在甜度相同的情况下面更酸。新郑的酒就是这个味道，就一个字，酸。大阪之行即将结束，在大阪站搭乘哈罗卡去关西机场前，不妨将购买伴手礼的任务也交给这里。KIT Osaka 于去年夏天开业，离同时间开业的 Grand Grill Osaka 仅隔着一座大阪站。日本各县各府的土特产，广岛、富山、石川、长野、群马、兵库。这里最吸引游客目光的是2楼名为 Feel Japan Journey 的特产区，集结了全日本16个都道府县的特色土产。这2天我们高频出现的京都美食，你觉得会不会有七味粉？刚刚有问有没有七味粉，然后店员给我推荐了这个原乐锅，是这个牌子。我们在京都去了鸠居堂嘛，在鸠居堂我买了一些香，京都还有一家香馆吧，就是卖香的那种店，松茸堂，它是只卖香的，方伦好像是他们有名的。哦，这个还有几种集合的，好像是30块钱一瓶吧。这个水就是配那个山崎威士忌做那个汉堡，这个水它气泡感特别足，20块钱也不便宜哦。这里聚集了来自日本各地的代表商铺，由熟知当地的商店选品，将本地人日常会购买的土特产带进大阪。神户是日本最早开埠的国际港口之一，饮食文化上深受洋食影响，神户布丁就是其中代表。名物神户布丁，我就喜欢吃甜的，自制勺就变成了一个勺。快吃吧。鸡蛋味重吗？有比较浓的鸡蛋味儿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就是吃起来也像鸡蛋，就是鸡蛋味儿相对比较浓的那种布丁。以陶瓷否盛装的 Doge no Kamameshi 是日本最古老的铁路便当，由荻野屋在1958年推出，曾风靡全日，也是群马县的旅游名片之一。高知县是日本柚子产量第1大县，柚子醋、柚子饮料，顺手来一瓶。煎鱼半敲烧，它是将生煎鱼放入燃烧的稻草堆中，用高温火烤熟成，是高知县代表性美食。这个泡芙脆饼出自日本顶级盐屋田野屋盐二郎，拿过日本宝物大奖和米其林特产奖。啥味道呢？好酥好油，吃这一块可以从这里跑到东京站。
放了不少油。甜甜咸咸的，是好吃的，因为很香嘛，而且上面还放了坚果。想起来了，九州的酱油非常具有特色。鹿儿岛有日本最甜的酱油，拿它配生鱼片、拌饭、煎蛋，堪称绝味。鱼儿虫饼是福井的传统和果子，而鱼儿虫本身是一种高档丝绸，福井当地人用丝缎般细腻来形容这种果子的口感。日本99%以上的金箔产自金泽，高档食材来一套。福山县名物鳟鱼寿司，用鳟鱼片、醋饭和竹叶制成。尝过和歌山的济州寿司后，感觉这个应该不适合我们。济州寿司直接跳过，美酒之乡和歌山的济州南高梅还是值得一试的。你看鱼儿虫饼就大家好喜欢，石川县这柿饼吗？这是 No.1大家想要拥有以及经常会买的东西。新泻县人狠话不多，全是酒。小郭北海道有什么特产？汤咖喱呀，奶制品，食胜。北海道特产太多了，对过就是冲绳，你看你直勾勾进去是什么？好胜。这个苦瓜超好吃，这个苦瓜跟国内的苦瓜不一样，它不太苦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们在做北海道馆和冲绳馆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变得很开心、很兴奋。对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我们很了解。北海道我不了解，你了解，你了解，你了解。哦，你看冲绳还有名的凤梨也是它有名的。哦，还有它的黑糖。看看小郭开心的样子。哦，你。这几个谜还行，但是抽到这个我不想再冒险了。我想要一个这个谜，钓鱼谜。你猜我最想要哪个谜？我觉得你的话喜欢大谜，你喜欢这个。还是小郭了解我。这个谜好玩。这个谜是瑜伽谜是吗？对。它倒挺便宜的，只要200元。你们猜我抽到的哪个谜？快打开吧。我觉得只要不是这个丑谜。他的头让我看看，也是个丑谜，我们就抽不到好看的，就仅次于他，对，还不如他呢，我觉得。看，朋友们看，他可以站在我的帽子上，跟你的帽子融为一体了。